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 JRPG 还是欧美 RPG， 都源于 DND。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分类呢？很多人可能会说，从《最终幻想7》游戏电影化开始 ，JRPG 就从扮演角色变成了观看角色，欧美 RPG 则让玩家参与进自由世界。No。大部分商业产品的不同，本质上是市场需求的不同。真正的路线分歧，从家用机和个人电脑时代就开始了。游戏电影化只是后期的表现结果不同而已。《龙与地下城》DND 的规则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1971年炼甲这个微缩战争模型规则。正式的第一版《龙与地下城》实体规则书则于1974年由美国战术规则研究公司，也叫 TSR 的首次商业发行。那个时候都是欧美人在玩桌游，根据 DND 的规则，每个角色都由玩家自己创造，什么种族、职业、怎么分配智力、敏捷、魅力等等的属性点数，以及自己有什么背景故事，都是自己想的。然后用各种骰子掷出随机点数进行判定、升级，甚至还有 DM 把控整个游戏节奏，就跟现在的剧本杀似的。到了1975年和1979年，这两款游戏的操作方式是使用键盘打出对应命令的首字母，直到1981年出现了风靡美国的游戏，采用菜单简化了游戏的操作方式。这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JRPG 啊、欧美 RPG 啊。所有的 RPG 游戏都是 Computer RPG。 到了日本，少数开发者觉得很好玩，但是却发现卖不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欧美玩家熟知 DND 规则，甚至还受过魔戒的熏陶，他们有个人电脑，英语是母语，所以操作起来毫无门槛。11区呢，1983年之后最火的游戏平台是 FC， 主流群体是小孩子， PC 在家庭娱乐方面根本打不过 FC。 更关键的是 FC 上手柄只有 AB 键和十字键，无论是硬件平台操作习惯，还是用户群体语言门槛、文化熏陶都不一样。那解喷怎么流行 RPG 呢？这个时候 Enix 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把复杂的输入变为简单的菜单，把地下城做成标志物放在大地图上， DM 做成了线性剧本，用鸟山明的原话吸引孩子们。所以 DQ 并不是简单的复制 Ultima， 而是把它整体的进行本地化制作。于是勇者斗恶龙1诞生了。回看 RPG 的第一阶段，就能看出路线分歧。从本质上来说， DND 的诞生其实是符合西方人的方式，创造规则、模拟世界，并不专注表达故事。而 JRPG 简化了 DND 规则之后，选择让玩家成为世界故事的参与者。但其实本质上这两种分歧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：如何让我的玩家群体在虚拟世界有代入感？欧美选择让玩家成为了世界的创造者，解喷选择让玩家成为参与者。一个追求无限的可能性，另一个追求个人的舒适体验。即便是1987年发售在 FC 上的《女神转生》，也仅仅是从画面表现上和欧美 RPG 无限接近而已，其骨子里也只是讲了一个线性故事。那么后面这两派都有怎样的变化呢？后来最终幻想站在 DQ 的肩膀上，进一步强化了队伍、职业、剧情、世界观，玩家就形成了一种意识：如果我是游戏的主角，我会有怎样的成长？所以从 FF 早期很多作品都是群像，这些角色并不是由玩家创造出来，而是游戏通过故事让玩家认识了这个角色。FF4 的塞西尔第一次让玩家看见主角并不是勇者模板，而是一个会迷茫的人。尤其是 FF6 不只是一个英雄，而是一群英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所以到了 FF7 之后，有了一个关键的变化，那就是当 RPG 走向3D 化之后，游戏顺理成章的需要展现角色细腻的情感，于是 RPG 开始有了分镜、运镜、台词、配音，游戏开始越来越像动画电影。所以很多欧美玩家批评 JRPG I am watching an anime not playing a game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正好放大了 JRPG 最大的优势——角色塑造。同年，也是1997年，辐射1在 PC 端首发，仍然有着桌游一般的俯视视角。在这个废土科幻中，玩家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角色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游戏方式，甚至创造属于自己的游戏结局。玩家可以见人就砍，也可以保护弱小，可以当小偷，也可以当强盗，也可以当大侠。游戏世界不会围着你转，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的。你的选择改变了你的故事走向。博德之门、冰封谷也都是这样。欧美 RPG 通过规则把他们幻想的整个虚拟世界搬进电脑里，让玩家畅游，就像异世界召唤一样。JRPG 通过游戏制作者们的设计体验，让玩家感动。这两派 RPG 都是随着硬件的提升，不断强化各自的优点，
到了2000年以后，随着 PC 硬件的提升，以老滚4为代表，欧美 RPG 对于世界的还原程度越来越高。系统或许有所简化，但也更加直接。但更关心的是系统本身能不能成立。欧美玩家更关心规则是什么，技能如何组合，战斗还有哪些变化。在这里，故事并不是唯一的重点，重点是玩家如何选择，如何构筑队伍，如何理解规则并击败敌人，或者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欧美玩家并不只是看故事，而是主动参与进故事。这一派的目标是一套可以被玩家不断探索的规则世界。同时，2000年之后是家用机的 PS2 时代，最终幻想10为代表的 JRPG 镜头语言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过场动画越来越多，角色的表演越来越细腻。玩家就更像是观众，你在看的不是世界如何运转，而是这个故事如何向你展开。但是系统变得简化，战斗更多承担的是表现剧情的作用，而不是挑战玩家的思考能力。所以 JRPG 的终点似乎就是电影化。随着游戏时间的发展，两派 RPG 的优缺点也都逐渐的暴露出来。在欧美 RPG 中，由于玩家自己创作角色，而且世界规则比较完善，所以从创作角色到进入世界都保持了高度的沉浸感，并且自由开放的规则使玩家能够更专注创造自己的故事，就好像自己真的穿越到了异世界。这就保证了游戏能够带来重复游玩的可能性。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，因为主角是玩家创造出来的，所以没有具体的背景故事，它可以是任何人。所以欧美 RPG 的角色只是容器 ，Be water, my friend。并且玩法自由，所以开发者不能控制玩家情绪和体验节奏。比如玩着玩着找不到主线了，或者刚刚经历了一场葬礼，结果下一秒来一局昆特牌吧，这些都会让玩家出戏。而 JRPG 电影化的优点，玩家是陪着主角一起成长的人，角色有什么背景，他是什么性格，玩家作为观看者非常了解，或者说是不断的深入了解。同时，线性剧情或者是在有限结局的剧情中，玩家的情绪永远是在控制范围内的。什么时候紧张，什么时候悲伤，什么时候放松，都是设计好的。制作者们可以保证玩家能够经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有一定的文学性，同时音乐和镜头演出而结合而成的沉浸感也很强，这也是很多 JRPG 音乐很出名的根本原因之一。但是缺点也正因为注重剧情，所以 CG 内容容易压过系统设计的游戏性，并且 CG 越多，对白越多，导致制作成本越来越高。战斗和探索会因为各种原因变成连接剧情的工具，从而简化游戏规则、游戏系统，导致游戏互动体验变差，并且因为玩法有限，所以重复游玩的价值相对低。但是渐渐的，两边都开始发现，单独朝一个方向走都是有问题的。那么有没有可能融合呢？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事情。今天的巫师系列已经是欧美 RPG 的代表之一了。主角杰洛特不再是由玩家创造出来的，而是根据小说原著改编而来。游戏在保留一定自由度玩法的同时，让玩家参与到了杰洛特的人生中。《博德之门3》也在拥有高自由度游戏玩法的同时，保持了电影化的角色魅力，把欧美 RPG 的自由玩法和 JRPG 的角色塑造很好的结合起来。还有《赛博朋克2077》也是这样，《33号远征队》也是如此，用 JRPG 的回合表现保留了欧美 RPG 中队伍技能的自由构筑和探索。而11区这边 F 社的魂系列和老头环则是将本土的精密战斗、角色设计和碎片化叙事与欧美 RPG 的自由玩法结合，从而创造出了新的 RPG 路线。早期的欧美玩家更愿意让我创造角色，于是 BioWare、毕设、Larian 这些公司一路强化自己。日本玩家则更愿意让我认识一个优秀的角色，于是 Square、Atlas 等等这些公司一路强化人物。说到底，都是市场决定了游戏发展的方向。到了今天，无论是因为开发成本的上升，还是因为电子世界中可以忽略的物理隔离之外，都会因为这个市场的开拓和融合，使得游戏也走向了融合的道路。或许 RPG 从来也没有分裂，它只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玩家究竟是想看一个人成长，还是想成为一个创造故事的人？过去的40年 ，JRPG 和欧美 RPG 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，而今天他们又开始慢慢走向同一个方向。